年轻小保姆替女主人监视丈夫，但让她没想到的是，男主人竟也让他监视妻子。结果小保姆真的拍到了夫妻二人不可告人的秘密。面对富贵人家的情感纠纷，小保姆最终的结局会如何呢？蔡小杰是个农村姑娘，想帮男友一起攒彩礼的她，经人介绍成了富豪冷家的保姆。平时的工作内容就是照顾成了植物人的冷家老爷子。蔡小杰本以为只要自己好好工作，就能攒够钱回到农村和男友结婚，但让她没想到的是，看似平静的冷家，实则暗流涌动。这天，冷雪和意外发现丈夫王海涛要深夜出门。面对妻子的疑问，王海涛眼神不禁躲闪了起来，解释称自己的大哥生病了，嫂子又回了娘家，他需要陪大哥去医院一趟。冷雪和闻言马上提出一起去，可王海涛却以冷雪和向来不待见自己的大哥为由拒绝了。冷雪和见王海涛走得匆忙，顿感事情不对劲，立即给大哥挂去电话，却得知对方并未生病。冷雪和顿时怒火中烧，赶忙让蔡小杰跟踪王海涛。蔡小杰上车后便让师傅紧跟着王海涛的车辆，没想到一路跟踪，竟发现王海涛来到了一家 KTV。进入 KTV 后，小杰左顾右盼，最终在一个包厢内发现了王海涛。可此时王海涛竟和一个打扮艳丽的女人抱在了一起。蔡小杰顿时震惊不已，看着两人越发亲密的举动，他在纠结中拿出了一部手机，而这手机是冷雪和不久前专门给蔡小杰的，目的就是为了在发现丈夫有不轨行为时偷拍下来。而自从答应冷雪和后，这已经是蔡小杰第3次跟踪王海涛了。前2次都没发现什么，蔡小杰还觉得冷雪和是多想了，没想到今天却看到了这么劲爆的一幕。他最终拿手机拍下了包厢内的一切，并马上传给了冷雪和。冷雪和看到后瞬间暴怒不已。此时的王海涛不知道，一场狂风暴雨已经悄然来袭。翌日清晨，冷雪和早早的就在客厅等王海涛，试探性地问起大哥的病情。结果王海涛选择了撒谎，还表示昨晚一宿没睡，想上楼补觉。冷雪和顿时怒火中烧，将照片拿了出来。王海涛，你嘴里还有没有一句实话？这怎么回事？王海涛看到不雅照，瞬间震惊了。短暂犹豫后，解释称照片上的女人是自己的老乡，昨晚是因为夫妻吵架找自己哭诉，担心冷雪和多想，才拿大哥生病做借口，俩人什么关系也没有。见冷雪和怎样都不肯相信，王海涛也不愿意再解释，径直向楼上走去。他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此时已经崩溃暴走。见丈夫如此态度，冷雪和直接找到了这家 KTV。原来照片上的女人郭彤彤就是这家 KTV 的老板。见到冷雪和缓步走来，郭彤彤还以为是顾客。你就是郭彤彤吧？是啊，您是？你有病啊你！俩人当即扭打在了一起。等到保安将俩人拉开后，冷雪和这才说明了自己的来意，并警告郭彤彤，还和王海涛纠缠不清的话，就不是闹事这么简单了。可冷雪和不知道自己把郭彤彤想简单了。冷雪和刚回到家，王海涛就跑来责问，并再次强调自己和郭彤彤没有关系，想让冷雪和别再去找郭彤彤的麻烦。可冷雪和却根本不相信丈夫的话，因为她通过调查发现，郭彤彤竟是王海涛的初恋女友。妻子不仅偷拍自己，现在还暗中调查。王海涛马上摆出一副快被逼疯的样子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他手机突然响起，敏感的冷雪和顿时又疑心四起。王海涛见状，则直接将手机丢给了冷雪和，坦然地表示是售楼广告。可实际上，这个被备注售楼人员的号码就是郭彤彤的。而此时 KTV 内，郭彤彤看着手机是满脸怒容，原来是王海涛把她拉黑了，但她并没有就此放弃。晚上，王海涛的电话再次响起，可这次备注的却是供货商老王。面对冷雪和的质疑，王海涛慌忙解释，公司欠对方100万，这次打电话过来就是让公司还钱的，所以电话不能接。可没想到第2天，这个老王就再次来电。王海涛无奈多次按掉后，对方紧跟着又发来了短信，结果这个老王还是郭彤彤。似乎发现对方确实遇到了麻烦事，王海涛饭都没吃完就急着出门，而这更是引起了冷雪和的怀疑。冷雪和马上叫来蔡小杰，让他继续跟踪王海涛。
蔡小杰起初还觉得大白天不可能出事，可没想到随后出现的一幕却让蔡小杰震惊了。王海涛竟带着郭彤彤来到了某妇产医院，而又一场狂风暴雨也就此酝酿了起来。夜晚，王海涛一回到家，冷雪荷就再也忍不住了。他拿出照片的同时，竟也举起了手中的菜刀。王海涛顿时惊恐不已。而今天他陪郭彤彤去妇产医院，竟是去做人流的。面对妻子的暴怒，王海涛还想解释什么，可等待他的却是锋利的菜刀。俩人你追我赶间，冷雪荷手中的菜刀竟脱手而出，狠狠朝着王海涛飞去。而这一下，直接将夫妻俩的感情划出了一道巨大的裂痕。王海涛怒气冲冲地跑出了家门，冷雪荷则是一阵后怕。当蔡小杰看到沙发上的菜刀时，更是久久说不出话。翌日清晨，夫妻俩的烂摊子还没来得及收拾，冷雪荷又因为急事需要出差几天。无奈中，他只能叮嘱蔡小杰，除了要照顾好老爷子，还要继续监视王海涛。可没想到，冷雪荷走后的当天晚上，王海涛竟带着郭彤彤回到了家。蔡小杰看到后，顿时震惊不已。看到两人上楼后，他也蹑手蹑脚地跟了上来。可没想到，房间内的一幕却让他难以置信。拜托哥！虽然不愿意相信，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蔡小杰显然已经很清楚。他缓缓拿出手机，录下了房间内的一切。可这次的视频要不要发给冷雪荷，蔡小杰却犹豫了。因为出差前，冷雪荷特别叮嘱他，一旦拍到王海涛出轨的证据，肯定要让他净身出户，那冷家就会瞬间分崩离析。而这是蔡小杰最不愿意看到的。想到这些，他最终将这件事隐瞒了下来。然而蔡小杰万万料不到，自己竟会因为这个决定越陷越深。第二天，王海涛马上找到了蔡小杰，似乎是想对昨晚醉酒的事解释什么。可面对王海涛想让自己喝酒的时候，蔡小杰却不禁心慌了起来。不料两人推诿间，红酒却洒在了蔡小杰的手上。王海涛第一时间道歉并准备擦拭，可亲眼目睹了昨晚的一幕，蔡小杰顿时觉得王海涛是欲图不轨，惊慌之下想逃走，可王海涛却抓住了他的手。而他这次找蔡小杰，竟有着一个惊人的目的。王海涛先是向蔡小杰诉苦，自己虽然身为总经理，但实权其实都在冷雪荷手上。冷雪荷的强势和猜忌，更让他觉得身为男人，他没有一丝尊严。近期更是发现冷雪荷派人跟踪自己，而这个人是谁，王海涛心里已经有数。小姑娘，生活比你想象的复杂的多，你眼睛看见的不一定都是真实的。听完王海涛的暗示，蔡小杰显然也知道自己已经露馅。然而王海涛并没有指责他，这次他特地找蔡小杰，竟然也是想让他当自己的间谍。原来最近冷雪荷招了一个叫做刘阿东的帅哥助理，两人成天在一起，关系似乎很亲密。王海涛想让蔡小杰偷拍冷雪荷与刘阿东的照片，这事儿我干不来。就算我求求你，我是在挽救我这个家，你知道吗？无论我怎么解释，你冷姐就是不相信我。可有些事情，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就能理解别人的难处了。面对王海涛的说辞，蔡小杰思前想后，最终答应了。而为了让蔡小杰更好地为自己做事，王海涛还主动提出帮蔡小杰的男友安排一个保安队长的职位。蔡小杰顿时感激不已。而从这天后，蔡小杰在面对冷雪荷的询问时，竟真的为王海涛打起了掩护。听到冷雪荷和助理通话时的暧昧语气，心中对冷雪荷的私生活不禁也起了疑心，但并没有更多的动作。直到这天，王海涛竟在办公室撞见男助理给妻子亲密按摩的一幕，他彻底坐不住了，马上找机会让蔡小杰跟踪妻子。没想到真被蔡小杰拍到了冷雪荷和助理暧昧的一幕，冷家夫妻俩竟都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蔡小杰此时心里是复杂万分，可一不留神，手机却被撞落在地。无奈中，蔡小杰只能叫来自己的男友帮忙将手机拿去修理。期间，蔡小杰一直担心，如果将照片交给王海涛，会不会反而拆散冷家，却没注意到自己的男友看着奢华的别墅已经两眼放光。而没多久，一场灾难就降临在了冷家。
这天正在忙碌的冷雪河，竟收到自己和助手的暧昧照片，顿时紧张不已，第一时间拨通了对方的电话。你想怎么样？你拿出40万买下这些照片，不然就把这些照片发给你老公看。喂。突来的意外让冷雪河瞬间陷入到混乱中，可他不知道，王海涛这边竟也收到了更加劲爆的照片。回拨电话后，神秘人提出了5万元的封口费。挂断后，惊疑不定的王海涛马上想到了曾偷拍过他的蔡小杰。面对质问，蔡小杰将之前手机送修过的事说了出来，并对帮他送修手机的男友起了疑心。然而男友程平却否认是自己做的，认为很有可能是王海涛的初恋女友郭彤彤搞的鬼。蔡小杰闻言马上联想起了郭彤彤之前的所作所为，觉得男友说的有道理，就此打消了对男友的怀疑。然而神秘人的敲诈还在继续，接连2次，王海涛总共给了10万了，但对方仍不满足，想再勒索20万。王海涛稍有情绪，神秘人直接将金额提到了50万。王海涛顿时暴怒，他意识到事情要有个了结了。当晚他按要求将钱拿到了指定地点，没多久，一个男人就鬼鬼祟祟地来到了树下。可他万万想不到，这次等待他的会是天罗地网。草丛中突然跑出几名壮汉，将他抓上了车。死胡同内，王海涛愤怒地揭开了神秘人的口罩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个敲诈自己的神秘人，竟是自己前面刚提拔的保安队队长蔡小杰的男友程平。对方身上还带着几张蔡小杰偷拍的照片。王海涛顿时火冒三丈，一群人围着程平就是拳打脚踢。可就在这时，蔡小杰带着冷雪河赶到了。原来王海涛挪用公司的钱被冷雪河发现了，冷雪河不放心，就让蔡小杰跟踪，没想到却撞见了这一幕。敲诈勒索的罪魁祸首抓住了，可之前偷拍的照片却也暴露了。冷雪河看着王海涛和郭彤彤的床照，瞬间崩溃了。第2天，冷雪河就向王海涛提出了离婚。王海涛知道这次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可让人意外的是，离婚协议还没签完，郭彤彤竟找上了门。而让人更想不到的是，郭彤彤竟是来帮王海涛解释的。原来王海涛谎称带大哥去医院那晚，其实是去安慰遭遇家暴的郭彤彤的，但也仅限于朋友关系，并未越轨。可第2天，冷雪河当众羞辱他，却激起了他心中的好胜心。郭彤彤婚姻不幸，于是就想抢回自己的初恋男友，开始故意找机会接近王海涛，甚至让王海涛带他去妇产医院。直到那天晚上，王海涛喝得烂醉如泥，郭彤彤以为自己的机会来了。雪河，你别总怀疑我，我最爱的人是你。原来王海涛自始至终都没有做对不起冷雪河的事，而郭彤彤也不想做冷雪河的替身，于是便前来解释。王海涛闻言顿时气急败坏，但一场闹剧总算真相大白。时间是最好的抚慰剂，误会解除的夫妻俩最终和好如初。可看清男友真面目的蔡小杰却选择结束这段恋情。经历了这件事，蔡小杰见识了什么是人心。他下定决心，以后不管做什么工作，都要做一个正直的人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